该基准由 ELLIS 研究所与马普索等机构共同开发并发布。它专门评估 AI 在长周期真实世界事件中的预测与持续适应能力。它与传统静态测试不同，通过回放历史新闻来模拟时间流转。模型必须每天更新预测，以应对不断涌现的新信息和规则变化。测试覆盖国际政治、冲突、战争、体育等多领域真实味觉事件。结果显示，前沿大模型在动态适应中暴露了严重技术盲区与弱点，例如过度自信和记忆漂移等问题被系统性的揭示出来。这为衡量 AI 向真实世界觉醒提供了全新标尺与方向。传统基准测试在封闭环境中运行，数据固定不变，这些测试只要求 AI 一次性输出答案即可，它无需应对新信息涌入或规则持续改变。真实部署则完全不同，例如金融市场与国际政治，这些领域每天都有新线索涌现，规则随时间演变。AI 必须在长周期内持续适应及测试时适应。尽管 AI 智能体已被广泛部署于真实世界，但缺少评估其随世界演进而进化能力的标尺。传统基准测试各有侧重，但都有明显短板。GAIA2 可复现，但无真实推理。ARCAGI3 不长7800，但非真实。巴洛格有10万部游戏，不真实推理。Prophet Arena 真实不可复现，它也不测适应性，且不长仅为1。FutureSim 4项核心能力全达标，它是唯一兼备开放长周期且可复现的基准。FutureSim 的核心是沙盘推演引擎，它逆转时间，回放历史新闻。模型的知识被锁定在某个过去日期作为起始点，随后模拟器按真实时间顺序一天天解锁当天的新闻。AI 必须在这个信息沙盘中每天读取新线索并更新预测。页面展示了一个待解决预测清单，包括美国大选结果等。每个任务都有固定的结算日期，倒逼 AI 持续追踪。这种设计杜绝了未来信息泄露，保证测试的公平性。动态上下文注入让 AI 每步都必须基于真实历史做决策。FutureSim 核心机制包含3大组件：动态上下文、极简动作与开放式任务。动态上下文基于 CC News 库与可靠时间戳。智能体每天只能读取当天及以前的所有新闻。物理隔离确保绝对防穿越，杜绝未来信息泄露。极简动作只提供2个指令：提交预测与进入下一天。模型在环境里无法执行其他任何操作。开放式任务没有固定选择题，必须自主生成。AI 必须自主生成结果并分配概率，例如 60% 对 40%。FutureSim 采用2套评分体系，衡量智能体预测表现。第一套是 TOP-V 准确率，判断最可能的结果是否真正发生，它只判断对错，忽略置信度偏差。第二套是布莱尔技能得分，即 Breyer Skill Score（BSS）， 同时评估预测准确性与置信度的合理性。得分范围从-1到1，完美预测且高度自信得1分，若极度自信却完全预测错误， BSS 会降至-1的危险区。过度自信的错误预测带来的风险远超直接放弃预测。FutureSim 测试场包含330个真实世界味觉事件，测试窗口横跨2026年1月至3月，共90天。事件覆盖国际政治、冲突、战争、体育等多个领域。模型平均消耗超1000万 token 进行推理，他们还需执行500到4000次外部工具调用。这项基准不是简单的问答，而是真实世界核心议题。算力消耗说明任务复杂度远超普通对话，如此规模确保了评估的全面性与统计可靠性。闭源王者 GPT 5.5 展现出绝对实力。Claude Opus 4.6 擅长长文本推理。DeepSeek V4 Pro 开源表现亮眼。Q1 3.6 与 GLM 5.1 都很出色。所有选手均采用官方最大推理强度设置，同时搭配原生 Agent 框架保证公平。5款模型在同一跑线公平展开巅峰对决，这是一场前沿 AI 的巅峰较量，值得期待。随着模拟器内时间向前推进，所有模型的准确率都在稳步爬升。GPT 5.5 表现最佳，从约 16% 一路升至 25%。Claude Opus 4.6 从 9% 提升至 20%， 排名第2。DeepSeek V4 Pro 达到 13%， 同样展现出学习能力。GLM 5.1 与 Q1 3.6 Plus 尽管起点较低，亦有微小增长。核心洞察是，随着新闻的注入，预测准确率持续爬升。
这证明 AI 确实能从动态变化的信息源中持续学习，时间越久，线索越充分，模型的判断就越贴近真实结局。布莱尔技能得分比准确率更严苛且更重要，它不仅判断对错，还惩罚过度自信的偏差。图中0点线以下代表表现不如不猜。GPT 5.5 得正分 0.05 勉强及格 ，OPS 4.6 得正分 0.02 娴熟零线 ，GLM 得分负 0.01 过度自信较严重 ，DeepSeek 得分负 0.02 同样不佳 ，Q1 得分负 0.07 开源模型过度自信，原生环境下信息杂乱无章，记忆极易遗忘。研究团队设计了 Harness 思维外骨骼，第一个组件是专属记事本，强制记录核心线索；第二个组件是事件独立档案库，防止信息串位；第三个组件是强制预警与引导，每日反馈评分。这套系统帮助对抗长周期推理中的知识漂移。这套外骨骼能否让开源模型起死回生？后续实验将揭示工程框架对模型能力的提升。当开源模型穿上定制的思维外骨骼后，性能出现了暴力逆袭。以 DeepSeek V4 Pro 为例，准确率从低迷状态飙升至近 15%， 它的布莱尔技能得分同样奇迹般从负数爬升至正数安全区，而 Q1 和 GLM 在原生框架中几乎完全停滞，准确率毫无改观。穿上 Harness 后，它们的整体得分曲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。这表明底层模型能力确实是基石，但优秀的 Agent 框架设计至关重要。它能激发开源模型在真实世界复杂任务中达到可用状态。Harness 通过结构化记忆和强制反思，成功抑制了过度自信与信息漂移。尼泊尔大选案例展示了 GPT 5.5 的动态推理链。2月26日，它捕捉到路透社报道赋予初始概率约 40%。3月2日，综合半岛电视台的年轻人抗议支持，胜率升至 50%。3月6日，多元新闻交叉验证后，概率拉升至 70% 以上。每一步调整都基于具体新闻事件，有明确证据支撑。其推理曲线走势与真实市场 Polymarket 高度吻合，这证明 AI 能从分散的信息碎片中持续更新判断。动态适应能力让预测逐步逼近现实走向。FutureSim 揭示 AI 的2大失误类型：过度自信与机械性执行。GPT 5.5 的错误答案里，27.4% 获得超过 50% 的高置信度，更有 9.1% 的错误答案被打了 75% 以上的绝对包票。这种盲目自信暴露模型完全不知自身能力边界。DeepSeek 则每天重复提交暂无新任务等无意义内容。机械性执行缺乏对结果实际价值的预判与评估，这2类失误都严重拉低了模型的整体评分结果。校准能力与任务理解是未来模型急需攻克的命门。5维雷达拨开表象，提供底层能力解剖的终极手术刀。测试时适应考察模型在动态信息中的纠错速度，记忆维度检验模型在长周期中对抗知识漂移的能力。智能搜索衡量模型主动追踪碎片线索的侦查效率。算力扩展，验证增加，推理时间能否无限换取准确率。多智能体博弈展示模型交互中的羊群效应与趋同。这5项硬核验证将逐一揭开 AGI 的底层进化密码，它们揭示模型在真实世界推理中的致命盲区。硬核验证宜聚焦于测试时适应能力。所有模型在90天内持续收到负面反馈，结算时 BSS 得分全部低于0分线，这意味着它们的预测效果不如直接弃权。致命盲区在于初始锚点效应极其顽固，第一印象一旦错误就难以纠正，即使拥有漫长的纠错时间也无效。AI 的适应能力存在根本性瓶颈。这轮硬核验证直接测试记忆功能的关键价值，一旦取消文件读写权限，得分便断崖式暴跌。GPT 5.5 与深度求索等模型的曲线从初始0跌落，最终跌至负 0.1 到负 0.2 的深谷区间。这就是知识漂移灾难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。关闭文件权限后，正确推理会被劣质新闻推翻，一篇劣质新闻就能全盘推翻所有正确推理。因此，记忆是对抗信息漂移的唯一稳定锚点。主动连续搜索的准确率高达 31.2%， 明显领先于其他方式。
每日动态更新新闻库取得 24.8% 的成绩，位居第二。不更新新闻库仅 17.9%， 表现明显下滑，劣势明显。结算前单次检索只有 14.2%， 效果最差。主动搜索与最差检索相差2倍以上，这说明静态检索无法适应动态信息环境。真正的智能需要像侦探一样每天跟进新线索，持续求证才能抓住动态变化的真相。算力扩展的边界在于增加推理强度，确实能提升准确率。从无思考到高思考，准确率从约 15% 大幅飙升，工具调用次数也从2600次增加到3500次以上。然而，从高思考到极限思考，收益进入了明显的瓶颈期。极限思考仅将准确率推至 25%， 提升微乎其微，工具调用次数只增加了不到120次，边际回报递减。这说明单纯延长思考时间无法突破信息本身的物理极限。实际部署时需权衡算力成本与精度增益，避免过度投入。第5项硬核验证聚焦多智能体间的博弈效应。单机独立运行时，3个相同 AI 分歧逐渐扩大，联网后它们能看见彼此平均分，情况逆转。3条起初发散的虚线最终完全重合趋同，系统鼓励寻找不同答案，却必然走向趋同。这被称为 AI 的羊群效应与妥协特征，展现出令人惊讶的类似人类从众现象。多智能体系统需警惕群体思维导致信息损失。未来模拟实验提炼出通往 AGI 的3大必修课。最强王者 GPT 5.5 在开放事件预测中一骑绝尘，它的准确率和置信度校准断层领先于其他模型，但原生模型处理时间线任务时离开 Harness 脆弱。优秀 Harness 框架通过结构化记忆与强制反思约束，它成为实战部署中必不可少的标配外骨骼。最严峻挑战是前沿模型普遍存在校准灾难，克服过度自信与精准处理不确定性是命门，而是一个缩影，其能力边界从解答昨日考卷跨向参与明日现实。在90天的动态信息流中，模型需持续更新预测与置信度。研究揭示，模型难以摆脱初始锚点与过度自信，即使拥有大量纠错时间，它们仍无法突破0分线。校准不确定性才是下一代人工智能的核心命门。智能体框架需配备结构化记忆与强制反思，克服多智能体交互中的羊群效应与趋同是关键。让人工智能在真实时光流中学习，才能见证觉醒。